糖说够多的呀。哎，你要干什么？老师，你这样我要报警了。我还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吧？切，不就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夏目漱石吗？我又不会偷偷拿走。防人之心不可无。死猴子，相爱相杀这些年，这本书，野哥爱送给你了。当初以为他找不到工作要回老家，我居然同情心泛滥。他莞尔一笑，面若寒霜道：“这前后有矛盾吧？删哪个？删面若寒霜。你都不来看看前后文？我自己写的本，我怎么可能不记得？那你说说，这个是在描述谁？主角呀，是女配。你这又有 bug。主角刚从泥潭爬出来，转眼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还宛若谪仙，好像哪里不对吧？哪儿不对啊？主角刚从泥潭爬出来，到出现众人面前，打了老长一段架，中间居然还会有人不停夸他白衣飘飘，这心里……行了吗？好像藏起来，像犯错的小孩，心跳忽然多了一拍。当你看过来，当万物皆可爱，怎么只有自己奇怪？I've got你眼外，却说不出来。我的理智明明一直都在，直到一个礼拜，好像你并不意外。Cause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I've told you 1,000 times， 全世界濒临淘汰，只有你还被我青睐。Caus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I've never felt so right。 如果这都不算恋爱，很难对自己交代。对决的姿态，用莫名的合拍，差一点要下雪结白。要不是那天月光照了下来，惊觉我的心思变坏。I've got 你眼外，天才变庸才，我的天赋明明一直都在，直到一个礼拜，好像你并不意外。Caus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我睡着了。稿子呢？大早上你吵鬼啊！已经7点半了，周川老师，今天是在你们这些无业游民的字典里并没有的工作日。我去洗漱，然后给你做个早餐，你睡醒之后可以吃。总之，还是很谢谢你替我把剩下的看完，还有披在我身上的毯子。我本来应该把你抱到床上，然后再帮你盖上被子的。那倒也不必吧。但是你太重，抱不动。你在干嘛？最近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啊？闭上你的乌鸦嘴！我这回卷首企划头秃，要召集作者。我一个新人编辑，上哪去找作者友情价写东西？你不是还有周川吗？找过，被拒绝了。再试试啊！锲而不舍最珍贵，万一碰巧赶上周川此刻心情好，一个激动就答应了呢。喂，喂，周川老师，刚刚跟你说过的卷首企划，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能帮我写一下？我不。去你的滚！怎么了？笑得跟傻子似的。哎，你最近有没有空啊？帮圆圆社写个东西啊？是帮圆圆社写啊，还是帮你家小编辑写啊？你问那么多干嘛呀？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只有一篇卷首企划，1000字左右就行了啊。既然是帮你家小编辑写，你自己干嘛不出手啊？我都拒绝他2次了，我现在再眼巴巴凑上去，算怎么回事啊？那我现在眼巴巴凑上去，又算怎么回事？人家号称是你多年的读者，叫什么猴子请来的水军。是他？不知道还有哪位老师可以帮我写一下呢？说不定他可以。人家有名字叫初里，作为你多年的读者，你写篇短文回馈一下，不过分吧？初里啊，不是，你等一下啊。也就是说，我的老读者是你的网友，就是你的编辑，是，就是常常来书店的初里。是啊，我也不知道世界为什么这么小。你小子总是跟我炫耀说，编辑部有小姑娘给你做饭吃，但原来啊，是因为我，他才认识的你，是因为我，他才进入了圆月社，是因为我，他才进入了出版这一行。哎，江雨晨，在你的自恋面前，我真的是自惭形秽啊！下次见到他呀，我就要跟他说，某人是他的网友。那我就只能跟你割袍断义了。你给句痛快话，帮还是不帮？
责编初理。看你嘴角这笑容，这杂志就这么好看？哎，江雨晨，你这篇卷首语的稿子水平很高嘛？不是你求我帮家姑娘一个忙吗？是，但是这故事的精彩程度，做一篇卷首语会不会太可惜了呀？总觉得有点怪。我一向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浪费任何机会。不对，你脸上的表情啊，就透露着心虚两个字。我这开车呢啊，别问东问西的。哎，咱们这次出去几天啊1个礼拜吧。这么久？不是你自己提前3个月就订好酒店，还把二狗也寄养了，你现在装什么失忆？忽然想起来有点事儿，我要不下午自己过去吧。停车。责任编辑处理，你快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好，没有错别字。书里，这次江雨晨老师的卷首故事反响超乎寻常，好多读者都说这是涅槃重生，又找到了曾经彻夜读江雨晨小说的心情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等到姜老师再次王者归来。初里，你怎么了？初里。没有，我就是太开心了。阿笑，今天是我进圆圆社最开心的一天。买单。你，指什么指啊？有没有礼貌？刚才跑哪儿去了？周川老师，你怎么来啦？我要去趟外地，走之前来看看洛河神树的进度。我要和江雨晨这个过气佬去散散心。不许你这么说，姜老师。不许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个洛河神书已经审核完毕了，我们可以着手准备封面设计，你就放心吧。还学会转移话题了？没有。阿笑，过来，快过来。周川老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美编阿笑，以后呢也会负责洛河神书的内页设计，有什么喜欢的风格就吩咐他好啦。周川老师好。我想要长相洋气的小清新古风。小清新和洋气这两种风格好像不能共存吧？不可以啊。可以，我什么都可以。好，我相信你。你过来一下，周川老师。去哪儿啊？拜拜，周川老师。这就是书库啦，随便看看。我这次出去要去1个礼拜啊。你再看看这边。你就真一点都不担心你家老师？这不是有江雨晨老师在吗？我相信不管你闯了什么祸，他都能兜着的。你再说一遍。好啦，先选封面吧。听雨，民国谍战题材，和你的东方幻想差了10个《红楼梦》吧。道格拉斯的晚安日记，西方经典纪实文学，这和你的东方幻想差了至少10个《哈利波特》吧。战地夕阳，抗战题材，这跟你那个东方幻想更是差。周川老师，我拜托你能不能好好找找，别伸手拿出哪本就是哪本，你再往
往前翻点，辞海都要被你翻出来了。封面很重要吗？内容才是重点吧。封面不重要吗？那不如这样吧，我找个人来给你画俩 Q 版小动物，然后字体呢也就用那种超可爱的果冻彩色字体，风格采用《熊出没》，怎么样？你敢？怎么看不起《熊出没》啊？人家《熊出没》可是儿童界的顶流，风靡3岁以下幼龄，人人都在看。我看了你们杂志，你们把卷首企划的头版给了江雨晨，是不是？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他从答应写稿到交稿印花了多少时间20分钟。20分钟。这么一点时间写了这么完整的段子，你觉得是当场写给你的？什么意思啊？别把人想太好了，当心被卖了还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好心理准备吧，别到时候哭鼻子，谁都救不了你。就这些吧，看着还行，走了啊。每个月3500，别太拼了。是3800。长相洋气的小清新古风是什么？呀，你别理他啦，你就按照我给你的那几个方向去设计风格。那设计出来的周川老师不喜欢怎么办啊？阿香，周川老师虽然是你偶像，但是我还是得直说，他那个直男知道什么叫做洋气吗？喂。喂，处理啊，你跟江一成那边到底搞什么名堂？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想必大家都看到了，就在刚才，20分钟以前，江雨成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新书《消失的游乐园》的试阅序章。在这篇微博发出来20分钟的时候，转发率破万，光评论就有8000多。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是，在我看到他这篇序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眼熟，因为故事结构跟刊登在咱们《月光》杂志上面那个卷首文是一模一样，不，应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因为它的细节更详细了。您是说他用我们的卷首企划，给自己的新书打了一部大大的广告？没错。所以我就想问问处理，你是不是故意的给你的偶像江雨成在咱们的月光上刊登了一则免费的广告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拿到好处了吗？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江老师会这么做。你不知道？好了，不要再争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拿下这本新书，不然，确实是给别人做嫁衣。于主编，我可以去说服江老师。你去？你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家公司都在私底下询问这本书的情况吗？都想把它签下来。你去的话，我敢保证，肯定能把它弄黄了。哎，杨总。杨总，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事情的。只要是个大作者的文章，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登在杂志上吗？阿尔杜斯怎么想的？都是傻子吗？于瑶，我听说是你力挺登载了是吧？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江雨成的新书必须签给我们圆月。